当昭和六兄弟将能量全部灌输给梦比优斯之时，究极超兽一发能量却直接将梦比优斯消灭殆尽。但令怪兽没想到的是，天空中一团光线再次汇聚。此时的梦比优斯已解锁了无限形态，这就是奥特曼诞生40周年的纪念作《梦比优斯奥特曼与奥特兄弟》。这也是奥特六兄弟时隔20多年的再次齐聚。故事开篇便是高能，月球之上，奥特四兄弟与亚波人的怨念集结而成的究极超兽萨乌鲁斯进行战斗，防止其入侵地球。尽管四奥身经百战，奈何怪兽太强，直接被萨乌鲁斯牢牢钳制住。在挣脱束缚之后，四奥来到高处，合力打出光线射向萨乌鲁斯，但哪知萨乌鲁斯躲过攻击之后，径直朝着地球飞去。在一番追逐下，四奥将超兽团团包围，随后在互相配合之下，被光线击中的萨乌鲁斯径直坠向地球，直接坠入了大海之中。为了防止超兽萨乌鲁斯祸害人间，奥特兄弟决定用终极十字屏障来封印超兽，但代价就是会耗尽四奥的所有能量，从而失去变身的能力。但为了深爱着的地球，在四奥的合力封印之下，萨乌鲁斯被镇压在了海洋之下，而四奥也化作了人间体，生活在了这个城市之中。一晃20年转瞬即逝，艾斯人间体北斗成为了厨师，杰克人间体香秀树成为了赛车教练，赛文人间体朱星团成为了牧女，初代的人间体早田进成为了机场管理员。而就在今天，他们迎来了一位新的奥特兄弟梦比优斯，其人间体也逼犯未来来这里调查这片海域的异常情况。在海洋生物学家神宫的介绍下，最近的海洋生物活动异常，而且在3个月前，其弟弟还在山里遭遇了怪兽的袭击。不仅如此，佐菲也发送了奥特签名，有人企图破坏封印。果不其然，一艘外星飞船来到城市上空，由帝国星人、扎拉布星人、嘎次星人和奈克尔星人组成的怪兽联盟，计划着如何解除封印。因为奥特四兄弟已经失去了变身的能力，所以只剩下最后的绊脚石梦比优斯。此时帝国星人为了抢功，主动请缨消灭梦比优斯，随后他便降临在码头上，开始不断破坏挑衅着梦比优斯出现。未来随即来到码头，化身成为梦比优斯对战帝国星人。随着交战的开始，在飞船中的3个宇宙人也收集着梦比优斯的战斗数据。随后帝国星人使出了马师傅的闪电5连鞭，那是耍得虎虎生风，不敢硬碰硬的梦比优斯随即飞离了码头，帝国星人也紧随其后。来到海洋上空之后，帝国星人使出光线射向梦比优斯，可哪知梦比优斯在蓄力射线时是霸体状态，随后在梦比姆射线的攻击下，帝国星人爆炸而亡。虽然战胜了帝国星人，但梦比优斯的战斗数据已经被怪兽联盟掌握，新一轮的危机也即将到来。此时奥特四兄弟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已经不能变身，所以在与未来会面之后，只能传授其更多的战斗经验。回到研究所的未来，刚刚喝下神宫递来的咖啡，整个身体便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。没想到眼前的神宫居然是扎拉布星人变的。随后扎拉布星人幻化成梦比优斯来到城市中央，不知情的人们还以为梦比优斯是来保护人类的，可谁知梦比优斯居然发射光线开始破坏城市，并且来到铁轨前要摧毁火车。关键时刻，未来拖着痛苦的身体，艰难地搓动梦比姆气息，变成梦比优斯一脚踢翻了假的梦比优斯。随后真假梦比优斯开始在城市中央展开战斗，奥特四黑帮也来到空地观察两者的战斗。但此时的梦比优斯已经被愤怒搞乱了心态，虽然一发射线将扎拉布星人打回原形，但其心态的变化也导致能量消耗加快，直接亮起了红灯，随即开始毫无章法的发射光线，均被扎拉布星人格挡。奥特四黑帮也提醒着梦比优斯尽快恢复冷静，但幸好梦比优斯最后发射梦比姆气息，在与扎拉布星人的对波中获得了胜利。但此时的他已经落入了怪兽联盟的圈套。就当梦比优斯放松警惕之际，分身宇宙人嘎次星人出现了，其变幻莫测的身影让梦比优斯无法摸透其真身，最后被不同分身的射线牢牢困住。此时的计时器开始加速闪灯，能量已经接近极限了。随后4个嘎次星人同时射出光线，直接将梦比优斯封印在水晶十字架之中。